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俄乌冲突迎来新变局。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日，美国的 CNN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拜登曾在今年的5月底投书《纽约时报》时宣布，将提供乌克兰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及弹药。CNN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应基辅的要求，美国政府本周公布的将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包括额外弹药及反炮兵雷达。当然，最关键的是，在这一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项目中，有一款非常先进的中近程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但这款导弹武器系统是美国研发的吗？它叫什么名字？当时不得而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人多年来就没有自己的野战防空系统，因为他们一直依仗的是制空权。有了制空权，自己的地面部队就不会挨打，也就没有必要发展射程相对比较近、射高也不高的野战防空系统。可以说，美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没有了这类武器系统。而乌克兰情况不一样，乌军正在受到俄罗斯空天军的强烈压制，因为制空权大部分都掌握在俄罗斯手里。因此，乌克兰要求美国是否能够提供先进的防空武器系统呢？爱国者导弹确实很先进，但是这种个头比较大的、机动性相对比较弱的要地防空武器系统放在乌克兰并不合适，搞不好刚刚部署就被炸了。但是这次乌克兰要求美国提供的是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而不是爱国者。但是美国没有，其他国家有，谁呢？挪威的一家公司就曾经研制出了类似的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而且他们研制的这款防空系统采用的导弹全都来自美国。上世纪80年代，挪威为了淘汰日益老旧的美制霍克式中程防空导弹系统，提出研发装备一款性能先进的中近程防空导弹系统。挪威的 NFT 公司将美国的 AIM-120中距空空导弹以及发射导轨整合在了6连装的箱式发射装置中，并且研发出了第一代的指挥控制系统。在此基础上呢，挪威又开发出了第2代的 NASAMS-2防空系统，它的搜索雷达换装成了更为先进的 AN/MPQ-64型哨兵 X 波段的3坐标低空监视有源相对雷达，并且增加了 MPS-500光电红外瞄准跟踪车，能够兼容发射的防空导弹。除了原先的 AIM-120系列中距空空导弹以外，还包括了 AIM-9X 响尾蛇近距格斗空空导弹，以及 ESM 舰空导弹。也就是说，它第2代系统包括了来自于空军和海军的不同导弹，包括2种空对空导弹和1种舰对空导弹，从而形成了低空、中空、近程和中程的防御能力。而且这些导弹采用的导引头也不一样，既有红外制导的，也有雷达制导的导弹，因此它们的抗干扰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强。NASAMS 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对俄罗斯空天军的威胁可以说是空前的，其导弹射程几乎覆盖了俄军主力战机的作战空域，而且还拥有3层防空网，再加上配备有3坐标的有源相对雷达和被动探测的红外观瞄跟踪车，俄军主力战机要想突破这样的防空网，可以说将非常困难。
不过，乌克兰要的这种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虽然导弹来自美国，但是综合的研发可不是它，是挪威。美国也不能够白白的从挪威把这些导弹拿过来就直接交给乌克兰，他们还得自己掏腰包来买这款 NASAMS 武器系统来给乌克兰。尽管如此，美国也愿意出血来保证乌克兰军队的防空。这证明西方已经认识到乌军作战现在面临的困境。他的地面部队没有机动作战能力，不是因为乌军没有坦克、装甲车，而是一旦这些装甲车辆出动，实施机动作战，就很可能把自己暴露在俄罗斯空天军的面前，因此其生存能力堪忧。如果乌军得到了美国花钱买来的这种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那么俄军对乌克兰军队的威胁有可能会大大降低，从而让乌军有能力在重点的作战区域建立起局部的制空权，以限制俄罗斯空天军的行动。这样就等于给乌军的地面装甲部队的机动部署创造了条件。可以这么讲，拥有先进的中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是乌军反攻俄罗斯军队的前提条件。因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其他的都是瞎扯。可见这款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对于乌军而言，它的意义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海马斯中远程火箭炮。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军队有了先进的中近程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又组建了反攻的机械化部队，将会给俄罗斯军队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其实俄军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这样的武器系统只是用于防空，对地面进攻起不了太大作用。而俄罗斯军队正在打一场低成本的战争。从最近大量的 T-80、T-62库存坦克启用的情况看，俄罗斯军队将会利用苏联时期的库存来推平俄军的抵抗，而不是依靠空天军。所以，就算是西方为乌克兰的军队建立了强大的防空网，也难以解决乌军在地面作战时所面临的被俄军炮火碾压的压力。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